30号凌晨，3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多个地点，一些建筑受损。随后，莫斯科空域实行临时禁飞令，这是莫斯科市区1个月内遭到的第4次空袭。俄方指责是乌克兰的恐怖袭击，乌方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该国总统泽连斯基放话称，战火正逐渐燃烧到俄罗斯领土。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则强硬警告乌方，称俄方将考虑一切的保卫选项，包括核武器。俄罗斯国防部证实，30号凌晨，3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其中1架在莫斯科州奥金佐夫斯基区上空被俄军防空系统击落，另外2架受到俄军的电磁干扰压制，被引导其飞往非住宅区域后失控撞上莫斯科国际商务中心的2栋办公楼，造成2处外墙损毁，1名大楼保安受伤，无人死亡。俄国防部还说挫败了乌方的恐袭行动。俄国防部还表示，在莫斯科 CBD 遇袭当天，乌军一共出动了25架无人机袭击俄方基础设施，其中16架被俄军击落，另外9架被电磁压制并引导坠毁在黑海水域。当地媒体证实，袭击发生在莫斯科市的金融 CBD 核心区。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表示，这次袭击对莫斯科城区2栋建筑的外部造成了轻微损坏。莫斯科共青团大街上发现了无人机的残骸。另据塔斯社消息，莫斯科附近4座机场之一的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随即临时关闭约1小时，之后重开。莫斯科市的另外3座机场保持正常运营。对于俄国防部指控发动袭击的无人机来自乌克兰的说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他还说，战火正逐步在俄罗斯领土燃烧。522-й день, як триває так звана спеціальна воєнна операція, яку російське керівництво розраховувало на тиждень-два. Україна стає міцніше. Поступово війна повертається на територію Росії, до її символічних центрів та військових баз. 外界注意到，这已经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在1个月内第4次受到无人机袭击。据俄罗斯国防部上周5发布的报告，当天在莫斯科郊外击落1架乌克兰无人机。7月24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总部附近，距离克里姆林宫约3公里处，1架无人机被击落。最惊险的是5月3号凌晨，2架无人机袭击了克里姆林宫的屋顶，令全球舆论惊出一身冷汗。虽然俄国防部此次没有公布发动袭击的无人机机型，但俄罗斯媒体分析认为，很可能仍然是乌克兰的 UJ-22察打一体中型无人机。该机型是本世纪初一家乌克兰企业生产的产品，其中超8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起飞重量为86公斤，作战载荷为2枚悬挂式82毫米迫击炮弹或几枚火箭榴弹，速度为每小时180公里，航程达800公里。而莫斯科距离边界的距离约为500公里。俄军事专家弗拉季斯拉夫·舒里金认为，乌军无人机可能是从俄罗斯领土上起飞并发动攻击的。他认为，随着俄军防空网的增强，乌军的无人机难以飞越俄罗斯的国界线。但这次他们直到飞抵莫斯科附近时才被发现，因此有可能是乌方特工将无人机拆解后带到莫斯科附近放飞，以躲避雷达侦察。实际上，对现在的无人机进行防御的话，是个全世界的难题。原因就在于无人机要飞的速度慢。它跟有人驾驶战机呢相比，速度实在太慢了。而现在防空雷达呢，对于这些低速目标呢，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所以啊，这对俄罗斯来说就是很大的问题。那再有一个，那就是乌克兰在进行袭击的时候，它是进行了航路规划的。这些啊，乌克兰当然做不到。此类航路规划，那相当的这些技术情报，特别是电磁情报，还有光学成像的这些情报，那只有西方能够给乌克兰提供。另据英国《星期日快报》引述该国国防部高层人士的话说，超过2000名乌克兰士兵已经抵达英国德文郡接受英军的训练，目标是在今年底之前收复克里米亚。据悉，英方将按照精锐突击旅的方式来训练这2000多名乌克兰士兵，战术是在另外2支部队的支援下突破俄军的防线，西方援助的导弹则用作远程掩护。对于北约成员协助乌军训练特种兵的做法，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30号作出强硬警告。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如果乌克兰人在北约支持下进攻克里米亚，夺走我们部分土地，那我们将不得不根据俄总统2020年6月2号签署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核遏制政策原则动用核武器。这也是在对西方的进行警告，就是让西方呢把乌克兰要看住，防止呢乌克兰呢铤而走险。
现在呢，俄罗斯就说嘛，北约已经呢是越来越深的介入到俄乌冲突，你已经成为了参战一方了。那如果乌克兰现在还对俄罗斯本土进行动手的话，那俄罗斯很可能就认为这是西方授意的。据俄罗斯观点报本月中旬的报道，西方媒体披露了北约应对与俄开战的行动计划超过4000页，其中包括将快速反应部的人数增至30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其为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防御计划。俄国防部宣称击落3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周日警告，军事冲突回到俄罗斯本土不可避免。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好的，主持人，那我注意到呢，俄乌元首这个周日都出席了公开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在防长绍伊古与海军司令尼古拉叶夫梅洛夫上将的陪同之下，在圣彼得堡出席了海军的阅舰式。那么非同寻常的是，参加俄非峰会的4位非洲元首呢，也受邀出席这次阅舰式。普京在讲话中虽然他并没有明确提到俄乌冲突，但是呢，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充满自信地推进执行俄罗斯海洋政策的各项宏大目标任务，持续建设强大的海军。今年将会有30艘不同类型的军舰入列服役。而泽连斯基他在视察乌克兰西部城镇伊瓦洛弗朗基斯克的这个讲话呢，明显更加具有攻击性。他虽然并没有直接认领当天凌晨的莫斯科无人机攻击，但是呢，他就毫不讳言，战争将会逐渐回到俄罗斯的本土，指向地标中心与军事基地。这呢是不可避免，而且是自然、绝对公正的过程。那么在我看来，泽连斯基这样表态，等于是在吹响对俄罗斯本土加码无人机袭击的动员号。那么可做对照的就是呢，此前泽连斯基在外访期间曾经明确否认与克林姆林宫无人机袭击有任何的关联。那么乌克兰忙于自卫，根本无力搞境外的攻击。那么从最新无人机攻击事态来看，发生在莫斯科闹市商业中心，画面呢可见有高楼燃火。那这已经是俄罗斯首都连续第2周遭遇无人机袭击。那么此前1周的袭击呢，发生在俄罗斯国防部下属机构附近，地理位置更加敏感。那么更不用提5月间那2架在莫斯科心脏地带克里姆林宫上空坠落爆炸的无人机了，当时它所带来的巨大的冲击。那么有不完全统计就表明，5月以来莫斯科已经至少发生不下20架次的无人机攻击。那么尽管俄罗斯军方以及安全机构都在强调说这些个无人机绝大多数都被俄方捕获或者是击落，至今没有造成人员身亡。但是呢，俄罗斯首都尤其是一些个最敏感地带的防线一再被无人机撕破。那么确实呢，也在变相见证泽连斯基他的说法：莫斯科离战争并不遥远，甚至呢已经不可避免地直接卷入到战争。那么结合 CNN 最新播出的独家专访的画面，乌克兰还在向他展示自研的所谓大型的海上攻击无人机，而且呢，乌克兰副防长也直接认领了此前对克里米亚大桥的最新的无人艇的攻击，以及泽连斯基他的最新表态。我想这些都在预示着乌方对俄罗斯本土攻击的这个力度将会显著的加大。那么机动灵活易操作的无人机无疑将会在这其中扮演攻击主力的角色。当然了，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无人机攻击手段，同样也是备受俄方重视的。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昨天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如果乌克兰反攻得手，俄罗斯将被迫使用核武器。那对俄前总统再发核威慑警告，您有何观察呢？各国外交发言人呢，通常都会有一个惯用的术语，说不会就预设性的一个提问来回应。昨天，俄罗斯前总统他在 Telegram 社交媒体网站发布的帖子呢，恰恰是在谈这样一个预设的场景。一定程度上，梅德韦杰夫他作为俄罗斯的狠话担当的这个人设，通过最新的核威慑的表态，现在是越发清晰明确了。那么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方最强硬、最具杀伤力的表态，往往都是由这位前总统来出面喊话，而且呢，很多是由社交媒体平台来发布。事实上呢，梅德韦杰夫此前也已经多次亮出所谓核威慑的底牌，所以在我看来，梅德韦杰夫他的最新的核威慑警告，很大程度上是在打心理战，并不意味着俄乌冲突的这个核对抗的风险是在显著上升的。为什么您认为梅德韦杰夫的最新核威慑警告是在打心理战呢？
还是要强调，梅德韦杰夫他是在谈所谓的预设场景。那么现在的一个关键追问是：乌克兰反攻得手了吗？就在1周之前，普京接待来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那么这也是瓦格纳兵变事件发生后2位元首的首次面对面。当时卢卡申科就声称说，所谓乌克兰反击并不存在。但是呢，普京当场就纠正了，说不，乌克兰反击失败了。我们从乌方反击的实际推进来看，现在呢，美西方媒体也大致认同这样一点结论：尽管乌克兰将反击的重点放在南部的战线，而且呢，用上了美西方最新援助的重装军备，但是呢，战场推进的实际战果是难如人意的。我想，这或许也是乌克兰总统他何以在昨天要公开强调说战争终将会回到俄罗斯的又一个动因。毕竟现在战场推进压力山大，那么乌克兰就更加需要向美西方来寻求更大力度的军事支持。更何况呢，美西方还在经历所谓的战争疲劳。因此我认为梅德韦杰夫再拿核威慑说事儿，其实呢就是一种姿态性的象征表达，是在打心理战，意在向美西方在隔空喊话：不要忘了，俄罗斯还是一个核大国，对俄罗斯极限施压的代价，你们自行掂量。我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核战争打不得，核武动不得。中国就俄乌冲突发表的8点立场文件中的这样一个核心表达，代表了国际社会在俄乌危机上的最大的公约数，是共同利益所在，也更是呢底线所在。对此呢，俄乌恐怕都是有明确认知的。那么在看似冲突扩大升级、山穷水尽疑无路的这个重压时刻，如何来转危为机、劝和促谈？我想这是国际社会，尤其美西方气须面对的一个紧迫课题。今天西方媒体都在密集爆料说，本周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有望在沙特召开一场特别会议，要聚焦俄乌冲突。我个人呢非常希望美方能够在这次会议上好好聆听外部世界劝和促谈、停戈止战的强烈的呼声。